今天的主题啊是被套持仓的解套与成本优化策略。这里叫成本优化呢，也是叫降低成本策略啊。说白了就降低成本。然后我们这个大标题下面有个小标题，小标题呢我定的是一个这样的，叫解套不是梦，小资金也能逆袭啊，小资金也能逆袭。所以说我们进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在被套的时候啊，大家可以说80%-90%的投资者的核心痛点是什么呢？持仓被套后面临死行，怕深套，对吧？然后割肉呢又怕反弹，就很纠结啊，很纠结。那我就把它总结了两个情况，就是股票账户亏损中啊，这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仍旧看好这个后市行情，不管是这个单一股票还是你的持仓股票啊，你仍旧看好啊。然后我们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卖出少许股票，少许是多少？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资金量啊，卖出10%或者20%啊，然后买入格雷森老师给大家推荐的汉涨工具啊，这是后市能看好你的持仓的行情的情况下啊。第二个方案是止损换仓，你把你的目前持有的股票，不管是单一的还是全部持有的股票，全部卖掉啊。然后呢，用卖出去的资金买入用少量的资金啊，买入汉涨工具，或者买入汉跌工具，或者说你用更多的资金，或者说你用把卖出去的资金啊去换别的股票啊，这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替代方案。这两个替代方案大家发现没有，是针对于不同的观点的，就是你持仓亏损，你是继续看好行情，你用第一个替代方案；如果你是不看好你的持仓了或者你的资金有急用了，要资金周转了，你可以用第二个替代方案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讲这两个替代方案的优势和劣势啊。第一个方案是仍旧看好行情啊，用我们的操作是这样的啊，用小资金买入汉涨工具，替代部分股票仓位，在不增加本金的前提下啊，我昨天的课里面已经跟大家强调了，我的个人认为啊，做投资，除非你已经积累了3到5年的一个就是稳定盈利的这种投资逻辑，否则不要轻易的增加你的本金啊，所以说，我认为啊，对于大部分投资人来讲，其实都不应该去增加投资本金。假设你的本金是100万的话，我的建议就是你就100万，你是50万的话，你就50万去做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根本上减少潜在的风险啊，就降低潜在的风险。那我们的这个代替方案的第一种代替方案是在不增加本金的前提下降低持仓成本啊，加速回本盈利。我们的具体操作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我们的是情形是啊，场景一，持仓被套，对不对？然后继续看多行情，就是仍旧看好你手中的股票和持仓。那我们的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卖出10%或者20%的股票啊，我们这边的建议是卖出20%。第二步，用本金的5%买入长期汉涨工具。啊，这里为什么昨天我们是用的本金的10%，但是到今天我们用本金的5%呢？因为什么？因为大家赚了的话，大家去想一想，你的消费也好，你的花钱也好，是不是更潇洒一点，对吧？更收放自如一点。但是，一旦你的投资亏损了，那你花钱也好，你的那个消费也好，都会有一点畏首畏尾的感觉。所以说，在持仓被套的情况下，在你亏损的情况下，我的建议是能少花1分钱就少花1分钱啊，就是在投资上啊，我不是讲在生活上啊，在投资上能少花1分钱就少花1分钱。那我们这里举例。就账户本金100万，买入股票后，因为亏了20%嘛，那就是只剩80万了，对不对？但是呢，你仍旧看好行情，那用老师的替代方案，那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卖出20%的持仓，80万的股票卖出20%的持仓，那就是卖了16万的股票，对不对？那就还剩64万的股票，对吧？然后呢，有16万的现金出来了嘛，是不是？那你这个你是买入本金的5%，本金我们都是以初始本金啊，100万及5万的汉涨工具。那你现在的整个投资头寸是这样子的，有64万的股票。对吧？因为你80万的股票卖了20%嘛，那就还剩64万的股票。然后呢，有16万的现金，但是呢，这里面有拿了5万去买了长期汉涨工具，5万的汉涨工具，对吧？然后再加11万的现金。为什么这个留个11万的现金你不去满仓？你就是我们的任何投资啊，你都不能100%，你可以99%多确信，哎，这个股票要涨，或者这个股票要跌，或者这个大盘要涨，这个大盘要跌。但是在理论上，它必然会有一个1%或者0.1%的概率，它会超出你的判断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就要防止这种极端的行情，或者说这种黑天鹅的出现。我们只要留有现金的话，那就可以去弥补这个黑天鹅，或者说这个极端行情出现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个动作啊，一个动作。那我们现在持仓头寸变成64万股票加5万汉涨工具加11万现金，那股票接下来是涨是跌，我们的这个头寸会怎么样变化呢？我们进入下一个，可以看到啊，如果我们仍旧看好行情，然后用小资金买入汉涨工具，股价如愿上涨了10%啊，就是在你亏损的基础上上涨了10%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你的64万股票上涨10%，大概就是70万左右，对吧？这现在变成70万了。然后你的5万的汉涨工具，因为汉涨工具的话，它是投入有限，但是上涨无限的啊，它是有这样一个功能的。你的收益呢，大概能达到至少是5到10倍啊，甚至可以达到20倍、50倍，甚至100倍，甚至1000倍都可以的啊。这个汉涨工具，我们在周5的课里面会给大家揭晓到底是什么样的汉涨工具啊。那你的这个汉涨工具呢，就变成25万到50万，对吧？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股价反弹10%，如果原持仓就是80万的股票你不动的话，那你的总资产就变成88万的股票持仓，对不对？那你离回本还差12万。如果用了格雷泽老师这个介绍的这个替代方案之后啊，你的持仓就变成70万的股票加25万到50万的汉涨工具，我们就算25万啊，再加11万的现金，这个11万的现金没有动用，因为为什么？股价如愿上涨了10%，没有出现其他行情，对吧？那就是加起来，我们用最保守的金额去算，那就是70万加25万，95万加11万等于106万，对吧？那你比这个88万就是再涨了10%的情况下，不光是回本了，还多盈利了6万块钱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呢，我们的朋友肯定会问啊，他如果股价继续下跌了10%怎么办？就他没有如你的愿怎么办？那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啊，它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呢，你64万的股票，它再跌10%的话，那就是变成58万，对吧？那你的武汉汉涨工具，我们都说过，5万的汉涨工具它是这样子，它只要没到期，它始终就有机会，但是呢，它不会亏完，它可能会亏，所以说我们把它列到0到5万啊，它也肯定亏了，因为你买的是汉涨工具嘛，你亏肯定亏了啊，就最多你就只剩下没有1分钱不剩了啊，但是呢比较好的状况呢，可能还剩个2万或者说1万之类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就0到5万之间，你是最多亏这个5万块钱。那我们看一下，它最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股价如果下跌10%，你原来80万的持仓没有动的情况下，你亏了10%，你就变成72万的股票了，对不对？如果用了替代方案之后，你这个64万的股票就变成了58万，对吧？然后再加汉涨工具，我们这个汉涨工具呢就取个中间值啊，比如说3万块钱，那就58万加3万，那就61万，对吧？61万加11万，那就是72万啊，就跟之前没用替代方案是一样的，对吧？如果我们说一个最极端的，就是说你这个汉涨工具全部没了。那你是58万加11万，也有69万，就只是比替代方案多亏了3万而已啊！就是这个风险相对你的本金来讲，其实是个比较小的一个风险，对不对？而且你如果继续再看好行情的话，你还可以用这个11万的现金继续去买5万这个汉涨工具啊，它的这个效果比你直接用11万的现金去加仓的效果要好得多啊！所以这个11万的这个现金呢，给了你很多的选择，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自己的投资是不是这一回事。就当你的股票满仓的时候，你去加仓也好，减仓也好，总是不得劲，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账户有现金的话，那你加仓或者换仓你都很灵活自如，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情况啊，第一种替代方案就是你仍旧看好你的持仓的情况下，它的这个一个效果啊。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持仓被套，然后你想你的资金要周转或者说要换仓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咱们的替代方案它的效果又是如何？我们呢给出的一个方案是这样的，就是卖出股票。就把股票基本上全部卖掉可以啊，然后留大部分资金等待新机会，少量资金买入汉涨工具替代股票仓位，既截断了亏损啊，又保留后续上涨获利的机会啊，这是这个替代工具它的效果。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操作步骤。首先，你的观点是持仓的被套啊，现在的现状是持仓被套，而且你的观点是觉得它还要跌，你想止损，或者说你的资金想要有周转，或者说要买房子啊、买车子啊这些，对吧？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步，卖出全部持股。或者说卖出大部分持股啊，我们的建议就是你卖出这2个都可以啊，这2个。第二步，用本金的5%以内，为什么是5%？也是我说的那个逻辑啊，在你亏损的时候，尽量去买那些投资品种，就用少一点的资金啊，少一点的资金，不用去梭哈啊，用本金的5%以内的资金买入长期汉涨工具。那我们还是举例啊，实例，即账户本金100万，买入股票后亏损20%啊，资金需要周转，卖出全部持仓，即80万股票啊，买入本金的5%即5万的汉涨工具啊。那这样子操作之后，我们不是把它卖掉了吗？那持仓你的总投资头寸就是变成这样的了，5万的汉涨工具加75万的现金，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是80万的股票卖出去了嘛，你还剩75万的现金加5万的汉涨工具哈。那我们看一下，用这个替代方案之后，它最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就是针对股票后面的涨和跌，我们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是股价，在你做了这个替代方案之后，股价反涨上涨10%。上涨10%之后，你是75万现金还没动，对吧？或者说你把它转出来，做别的事情了啊，那你还是75万的现金，对吧？然后你这个5万的汉涨工具又变成25万到50万了啊，对吧？那股价反弹10%，如果不替代，就是你也不卖掉啊，也继续持有的话，持仓还是10%，涨了10%嘛，那就是88万的股票。替代后，你的投资头寸你就变成75万的现金加这个汉涨工具啊，你就已经就是我们按最差的情况讲，你都已经回本了啊，而且你这个75万的现金是可以随时支配自用的啊，而不是说你在纠结要不要卖股票，对吧？所以它比这个那个单纯的持有股票啊是有效的多啊。我们再看这个第二种情况，就是如果你截断亏损之后，就是你把账户全部清仓之后，股价继续下跌10%，那我们的效果是如何？首先你截断亏损之后啊，如果你不做替代方案，那你的持仓是80万的持仓，再跌了10%的话，那就是亏了8万块钱有，那就变成72万了，对不对？那替代后你是用了你75万现金，这个还是没动的，对不对？但是呢，你
这个汉涨工具，即使算它亏完，你也还有75万现金，是不是？你发现没有？你的这个亏损是已经固定了的，而且你这个75万现金后续可以做很多的一个投资策略啊。你比如说你资金周转完了之后，你再买回这个股票也好，或者再怎么样也好，有非常多的方案，它比这股票下跌10%，你的那个亏损还少一些，风险还小一点啊。就是你用这种方案之后，你既保留了它的那个上涨的这个获利机会，这个上涨获利机会就是这样的啊，对吧？你75万现金加这个汉涨工具嘛，是不是？那到这里呢，我们可能有些朋友就会疑问，哎，有这样一个好的工具吗？对吧？为什么一直没听说过呢？它的风险有限，然后收益又是无限的，是吧？这个格雷子老师是不是在忽悠？是不是在说大话？是不是？那这里呢，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我们的行情软件啊，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就比如说以英伟达为例啊，英伟达，因为英伟达我的判断是它可能接下来要下跌了啊。那下跌的话，适用我们哪个行情？就是假设你的成本是190，然后它盘前价格现在是还涨了的啊，只有183，那你是亏损的，对不对？那我的逻辑是认为它未来要下跌，那这个时候假设你持有了那个100股啊，就算100股，那你就把它全部卖掉，你就获得了18万左右的一个资金，对吧？然后你的账户，因为你是19万买的嘛，那你大概就亏了10%左右，是不是？亏了10%左右。然后你用本金价值是$20，你的10%或者5%啊，就5%，那就$1万去买它的这个相应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跟大家说的这个汉涨工具或者汉跌工具啊，就是这些。然后你去买了它，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时间啊，这个是我的这个手表这边里面校边这里啊，可以看到它有很长周期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有27年的，有28年的啊，有28年的，它有非常长周期的，你都可以去买它啊，都可以去买它，而且它的价格也不贵啊，它的价格也不贵。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期权。我们这个汉涨工具是存在的啊，是存在的。然后亏损它最多就是亏你的这个$1万啊，这是指英伟达的，这是买入之后你亏钱，然后又不看好的情况下，然后呢我们再找一个买入之后你觉得还行的啊，就比如说我们来给大家复盘一下，像这个亚马逊啊，我个人认为它后续可能止跌企稳的概率会多一些，但是你的成本价是多少呢？是220啊，那它盘前的价格是216，那你大概是亏了2%左右啊，2%左右。2%左右，那你也可以用这个策略啊，你可以把一部分的股票卖掉啊，就比如说你也是或者说1000股啊，你就卖个100股出来，1000股的话等于是那个20万左右嘛，对吧？20万左右，那你卖个100股就卖2万块钱出来了，对吧？2万多块钱。那刚刚这个英伟达呢也是2万多块钱，你这总资金你2万多块钱，你直接用这个本金的5%左右嘛，那是20万的5%，那就是1万左右啊，去买它的汉涨啊，一样的也是买它的汉涨，它都有期权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做了这个操作之后呢，你都不用管它过程中它到底是跌还是涨，它只要后面涨到了你要的那个位置，你想要的那个位置，比如说亚马逊后面涨到了这个250左右啊，或者260左右，那你本来是220的成本，你涨到260左右，你涨了20%，对不对？你20万的话是赚了4万美。汉涨工具去表达的话，你的收益可能远远不止，就是你买了1万的这个汉涨工具的话，你的收益远远不止4万美金的，而且这还只是你的汉涨工具带来的收益，你的这个持股也能带来一部分的收益。我就算你比如说你1000股卖掉了900股，对吧？卖掉了900股，你100股你也可以赚个$2000嘛，$4000嘛，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实盘的一个情况。所以格雷兹老师呢一直做的就是这个策略。